你以为 AI 的未来在大模型的参数里，错了。它在三星工厂工人举着的罢工横幅上，在台积电无尘室里价值1.5亿美元的光刻机里，在你手机玩半小时 AI 应用就发烫的电池里。今天这期内容，我要彻底打碎你对 AI 革命的所有幻想。看完你会明白，为什么所有软件的狂欢最终都会被冰冷的物理定律打回原形。你会看懂三星罢工根本不是普通的劳资纠纷，而是 AI 时代第一场关于利润分配的战争。你会知道为什么台积电不是一家普通的芯片公司，而是全球 AI 的心脏。最重要的是，你会避开一个90%的人正在犯的致命错误，把 AI 的软件泡沫当成了未来的全部。如果你继续用旧的眼光看 AI， 你不仅会错过真正的机会，还会在泡沫破裂的时候成为最后一个接盘的人。现在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之前更相信 AI 是一场软件革命，还是已经开始意识到硬件才是真正卡住人类脖子的东西？先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三星罢工说起。三星半导体今年第一季度的利润同比暴涨了930%。什么概念？就是去年同期它还在亏钱，今年一个季度就赚了差不多120亿美元。但就是这样一家赚得盆满钵满的公司，工人要求涨5%的工资，他都不愿意。很多人骂三星贪婪，骂资本家冷血，但我要告诉你，这根本不是贪婪的问题，这是两个时代的分配制度发生了最激烈的碰撞。你先别急着站队，你想想，在传统工业时代，利润的分配逻辑是什么？老板出资本，工人出劳动力，大家按比例分钱。但在 AI 时代，这个逻辑完全变了。AI 硬件行业的利润90%以上都来自于技术壁垒。也就是说，三星能赚这么多钱，不是因为它的工人比别人更努力，而是因为它掌握了 HBM 内存的生产技术，掌握了先进封装的工艺。这些技术是少数顶尖工程师花了几十年时间积累出来的。但问题是，这些技术的落地离不开产线上成千上万的普通工程师和工人，没有他们，再先进的图纸也变不成实实在在的芯片。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少数人掌握了核心技术，拿走了绝大多数利润，而大多数参与生产的人只能拿到旧时代标准的工资。当利润暴涨9倍的时候，工资只涨5%，换你，你也会罢工。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三星的罢工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 SK 海力士、台积电、英特尔，所有 AI 硬件产业链上的公司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 AI 的需求正在爆炸式增长，这些公司的利润会越来越高，而工人的议价能力也会越来越强。以前老板可以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但现在不行了。一个能操作先进制程设备的工程师，全世界就那么多。你不给他涨工资，他转头就去竞争对手那里。这就是 AI 时代第一个躲不开的问题。利润怎么分配？旧的社会契约已经失效了，新的契约还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所有的 AI 革命最终都会变成一场社会危机。讲完了工厂里的矛盾，我们再来看硅谷的野心。上个月的 Google， 所有人都在聊 Gemini 的新功能，但我只关注一样东西， Google 的新一代 AI 眼镜。很多人觉得这就是个能戴在脸上的 ChatGPT， 是手机的一个配件。大错特错，这是 Google 在赌下一代人机交互的入口，即将发生彻底的转移。你有没有想过，手机为什么能取代电脑，成为最重要的电子设备？不是因为它性能更强，而是因为它更便携，更贴近你，它能随时随地跟着你，接入互联网。而 AI 眼镜比手机更进一步，它不需要你用手拿着，不需要你低头盯着屏幕，它直接把信息投射到你的眼前，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你的屏幕。你走在街上，它能告诉你这家店的评分；你遇到一个人，它能告诉你他的背景；你看到一个不懂的东西，它能立刻给你解释。这才是真正的全天候、全场景的 AI 入口。如果 Google 成功了，那么未来10年，手机就会变成今天的电脑，变成一个生产力工具，而不是个人计算的中心。整个消费电子产业链都会被彻底重构。但问题来了，这个梦想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它有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物理定律。要把一个能实时处理高清视频、识别语音、生成内容的大模型塞进一副只有几十克的眼镜里，还要续航一整天，不发烫，不压鼻梁。
这根本不是算法能解决的问题，这是材料科学的问题，是芯片设计的问题，是散热的问题，是电池的问题。就拿散热来说，现在的旗舰手机跑个大模型都会发烫，更别说戴在脸上的眼镜了。如果眼镜的温度超过40度，你的皮肤会被烫伤。所以 Google 必须把芯片的功耗降到手机芯片的1/10，甚至更低，同时还要保持足够的性能。这有多难？相当于让一辆卡车跑出跑车的速度，同时油耗只有摩托车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 AI 公司最后都不得不变成硬件公司，因为软件的极限就是硬件的物理极限。你算法再厉害，也绕不开能量守恒定律，也绕不开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到硬件，就不得不提供应链。很多人以为 AI 的供应链就是英伟达、台积电、AMD 这些明星公司，但其实真正决定 AI 成本和产能的是那些你听都没听过的隐形冠军，比如铜箔。你可能觉得这就是个很普通的东西，到处都能生产，但 AI 服务器用的铜箔和普通铜箔完全不是一回事儿。AI 服务器里的 PCB 板需要传输极高频率的信号，如果铜箔的表面不够光滑，信号就会产生损耗，导致运算速度变慢，甚至出错。所以现在 AI 服务器用的铜箔表面粗糙度要求达到纳米级别，能生产这种铜箔的公司全世界不超过5家。结果就是过去1年这种高端铜箔的价格暴涨了300%，还有 PCB 板、散热材料、电源管理芯片，这些看起来非常传统、非常不 AI 的东西，现在都成了稀缺资源。因为 AI 对硬件的要求已经把这些传统产业的技术标准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见过很多投资人天天在研究大模型，研究 AI 应用，研究哪个公司会成为下一个 OpenAI， 但他们从来不去看供应链，不去看那些最基础的工业环节。这就像一个人想建一座摩天大楼，却从来不关心地基牢不牢固。而所有这些供应链环节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台湾全球90%以上的先进制程芯片是台积电造的，全球70%以上的 HBM 内存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造的，但他们的先进封装很多也是在台湾做的。还有刚才说的高端铜箔、PCB 板，台湾的公司也占据了全球大部分市场份额。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抢台积电了吧？美国给他几百亿美元的补贴，让他去亚利桑那州建厂，日本给他免税，让他去熊本县建厂，欧洲也在拼命拉拢他。因为谁能拿到台积电的产能，谁就能拿到 AI 时代的入场券。台积电现在已经不是一家公司了，它是全球 AI 的基础设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整个科技行业的节奏，甚至影响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很多人说美国可以把台积电搬到美国去，但这根本不可能，因为台积电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它的光刻机，也不是它的技术，而是它的供应链生态，是它的工程师文化，是它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工艺经验。这些东西是搬不走的。你可以把工厂搬到美国，但你搬不走几万个熟练的工程师，搬不走几百家配套的供应商，搬不走那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现在我们把这些点连起来，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链条。AI 的核心是 tokens，tokens 就是 AI 的燃油。你用的每一次 AI 服务本质上都是在消耗 tokens， 而 tokens 的背后是算力，算力的背后是 GPU， 是 HBM 内存，是先进制程芯片。芯片的背后是光刻机，是材料，是工艺，最后是能把这些东西造出来的人。很多人以为 AI 的瓶颈在大模型，在算法，其实早就不是了。现在全球 AI 的最大瓶颈是产能，是能生产先进芯片的产能，是能生产 HBM 内存的产能，是能组装 AI 服务器的产能。HBM 就是高带宽内存，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GPU 的短期记忆。大模型在运算的时候需要频繁地读写大量数据，如果内存的带宽不够， GPU 再快也没用，只能等着数据传过来。就像一个超级聪明的大脑，但是记忆力很差，那它也什么都做不了。现在一颗英伟达的 H100 GPU 需要搭配6颗 HBM3 内存，而全球能生产 HBM3 内存的公司只有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3家，其中三星和 SK 海力士就占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就是为什么这2家公司今年的利润会暴涨，因为他们卡住了全球 AI 的脖子。英伟达今年的 GPU 出货量已经比去年翻了1倍还多，但还是供不应求。
OpenAI 因为算力不够，不得不限制 ChatGPT 的使用时长。很多 AI 创业公司拿着钱都买不到 GPU， 这就是为什么硬件的价格会暴涨，硬件公司的利润会暴涨，因为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而产能的瓶颈最终又落到了人的身上。建造一座先进的晶圆厂需要2年时间，培养一个能操作 EUV 光刻机的工程师需要10年时间，这些都是无法速成的。你可以在几个月里训练出一个大模型，但你不可能在几个月里造出一座晶圆厂，也不可能在几个月里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这就是 AI 最残酷的地方。软件可以无限复制，边际成本为0，但硬件不行。硬件的生产需要时间，需要土地，需要电力，需要大量熟练的工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物理限制，是任何算法都无法突破的。如果你听到这里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可能是被 AI 的软件叙事带着走，那你点一下关注，后面我会继续拆这种最容易骗到普通人的市场逻辑。当硬件变成了 AI 的命门，当实体工业重新成为经济的核心，整个世界的运行规则都会发生改变。过去30年，我们一直说软件正在吞噬世界，金融、互联网、服务业，这些虚拟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制造业被看成是夕阳产业。但现在这个趋势正在逆转，因为 AI 需要硬件，没有硬件，所有的软件都是空中楼阁。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开始重新工业化，给芯片公司巨额补贴，让制造业回流。欧洲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各国都在拼命争夺供应链，争夺芯片产能，争夺那些最基础的工业能力。而当一个东西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未来，政府就一定会下场干预。以前芯片只是一个商品，现在它变成了战略物资。以前供应链是全球化的，现在它变成了地缘政治的筹码。我们已经看到 AI 技术正在改变冲突的形态。AI 和无人系统结合之后，能以极低的成本精准打击一个国家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关键基础设施。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芯片能力已经直接决定了它的国防能力。AI 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问题，它已经变成了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这就是 AI 革命的下半场，它不再是硅谷工程师们的游戏，不再是华尔街资本的狂欢，它已经变成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变成了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讲完了宏观的逻辑，我们再回到每个人的身上。AI 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人担心自己会被 AI 取代，但我要告诉你，比失业更可怕的是职业上升通道的断裂。4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 KPMG 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 AI 助理来处理法律和税务文件。以前一个初级会计师需要花几个星期才能做完的工作，现在 AI 几个小时就能做完，而且准确率更高，错误更少。很多人说，那初级会计师就会失业啊？其实不是，公司还是会招新人，但新人的工作内容变了。以前新人是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慢慢学习，积累经验，然后成为高级会计师，最后成为合伙人。现在基础工作被 AI 做了，新人一进来就要做以前高级会计师才做的工作，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新人没有机会做基础工作，就没有办法积累经验，没有办法犯错，没有办法成长。就像一个医生从来没有给病人看过病，直接就让他做外科手术一样，这怎么可能呢？这才是 AI 对人类社会最深刻的影响。它不是要消灭工作，而是要重构整个职业体系。以前那种从基层做起，一步一步往上爬的职业阶梯正在被打断。未来的工作会分成2种，一种是指挥 AI 工作的人，另一种是被 AI 指挥工作的人，中间的过渡层会慢慢消失。如果你现在还在做那些重复性的、规则明确的基础工作，那你真的要小心了。不是说你马上就会失业，而是说你的工作会越来越没有价值，你的工资会越来越难涨。你必须尽快学会利用 AI， 把它变成你的工具，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了。过去2年，我们经历了 AI 的宣传期，所有人都在讲梦想，讲未来，讲 AI 会如何改变世界，资本疯狂涌入，估值水涨船高，到处都是一夜暴富的神话。但现在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阿乙正在进入清算期，市场开始变得理性，开始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你到底能不能赚钱？你到底能不能把 AI 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和服务？你到底能不能解决用户的真实需求？那些只会讲故事，只会烧钱，没有实际产品的 AI 公司会一个个死掉。那些没有核心技术，
没有供应链能力，只会跟风的公司也会被淘汰，泡沫会破裂，潮水会退去，我们会看到谁在裸泳。那么谁才会是 AI 时代最终的赢家？绝对不是那些只会写代码、只会做 PPT 的公司，也不是那些只会喊口号、只会炒概念的资本。真正的赢家必须是一个全能选手，他要懂软件，能做出好用的 AI 应用；他要懂硬件，能突破物理的极限；他要懂供应链，能保证产能和成本；他要懂监管，能在复杂的政策环境里生存。最重要的是，他要懂人心，能解决 AI 带来的社会问题，能建立起新的利润分配机制，因为 AI 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如果一个技术只能让少数人变得更富有，而让大多数人变得更贫穷、更焦虑，那它注定不会成功。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AI 的未来到底在哪里？它不在硅谷的会议室里，不在华尔街的估值模型里，也不在那些天花乱坠的发布会里，它在三星工厂的流水线上，在台积电无尘室的光刻机里，在工程师熬夜画的图纸里，在每一个为这个时代付出劳动的人的手里。AI 革命不是一场软件革命，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它的成败最终不取决于算法有多聪明，而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把那些冰冷的代码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变成能改善所有人生活的力量。很多人说 AI 会毁灭人类，也很多人说 AI 会带来乌托邦，但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太极端了。AI 只是一个工具，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取决于我们人类自己。我们可以用它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也可以用它来制造更多的冲突和不平等。选择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如果你想继续看懂 AI 背后那些不被说破的真相，想避开那些用梦想包装的投资陷阱，想在这个正在被 AI 重构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点下订阅。我会继续用数据和逻辑替你翻译这个复杂而又快速变化的时代。最后提醒一下，本期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涉及金融、法律、税务的问题，请务必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每个人的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和判断框架都不同，请一定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决策。